你以前喜欢听什么？那个什么林慧萍的哦，林慧萍的对，还有那个蔡琴的蔡琴的什么读你。哦，蔡琴，我爸到现在车子里的卡带都还是蔡琴。他这个卡带机器还可以用，这可以有，这个都整理好。这个厉害。对啊，来郭哥，我们来准备开始哦。郭哥坐这边。谁来做客慢饮来聊？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唱都给泰来宾，还各次见郭哥，对呀，郭哥，朴树啊，朴树，朴树我就知道了，拍手。郭哥，我讲西演强做得冇？汤S，哦，因为呀，郭哥嘅学法够厉害哦。我视线腔会影响你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要想怎么回答你。好，我要回答一点点。一些些。海陆我不太会。一些些。好，一些些。视线是一些些。好，可能有唱的国歌呢，因为大家对你都很熟悉。鼓手我们不能用大家熟悉的方式。鼓手我知道，所以。对，笔记这样子，你都你跟连接词完全就会记得。对，我在学客语，就是变成你我他先搞清楚，然后连接词再记住，然后后面那个专有名词，如果我不会了，我就请教人家就好。那比如说我跟你跟我帮忙，你老爱一起帮忙就强下挺手，那就接起来就是你跟我一起帮忙。你就会请冲点线neu豆。重点先会讲，对，好中间再来，中间不懂的专有名词，我再去问别人嘛，比如说没听过的，最少关键词还合法，好，最少关键词是客家话，没错，可能基本的当然一开始国歌带来很多的东西，可能呢如果用国歌，可能对头摆后上的时间。年轻的时期就很有，就在你的人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些物件。我们来认识国歌，所以我们要请我们处理给主持人哈，屯安人带来我们第一个关键物品，黑马给，哎呦，有箱子马该东西，感觉几张纸呢？有一本书的感觉，一本书。也还嘛个，来看，Q 哈娜，哎呦，感觉很有历史呢。这个值钱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救生救火的执照。图书的细节。船员。我们因为海专嘛，中国海专，那我要考救生救火。就是船上那个油舱着火，我们要去实习救火。那如果过的话呢，他就发给你执照。那我这个执照是可以当那个游泳池的救生员。只是那个早就过期了，现在不行，但那个时候是可以的。对。所以你以前当过船员？我实习1年。因为我们学校规定5年读毕业之后呢，要上船实习1年，然后整1年才能够下来拿毕业证书。我是好学生啊，有些同学3个月就回去拿了，因为航运不景气啊。那我还是真的就是整实习1年又3天，我才下船，然后去学校拿毕业证书。那当初侬为想要去考海专哦？为什么想要念海专啊？没好搞好读啦。嘿哦，我靠，矮分数啊，太低啊，分数太低。对啊。鼓手没去个想要跑船，不是？就是那时候真的有学校可以读，我们就把它挤进去了。可是读了海专，反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回忆蛮多的。因为我在海专，不仅我完成了我的学业。然后我在学校的功课也不错，
我10个学期嘛，上下学期嘛，5年10个学期，我几乎都是60分以上，而且平均都在80分以上。我还当选过学校的10大优秀青年。学校的10大优秀青年。然后每个学期我也去申请教育部清函奖助学金。因为平均80分，超信85分以上，我超信都98的，因为我在学校都记大功的，大功就加分了，是加分。做什么事情记大功？参加社团。参加社团大概1个学期都会记1支大功。你那个时候是一个用功的学生。我应该是说，老师规定的工作功课，我会在这个他规定的之内完成。我是这么样一个人。对。可是你当初是以你某后告托，不得已去念海专。那你那时候念的时候，不会觉得我以后不想当船员，我就不要去实习？就像其他同学，你讲上账年，对不对？他们3个月就回学校。那为什么你还是实习完呢？好玩吗？还不错啊，在船上，我至少可以跟着这艘船去到不同的国家。我那艘船是实习的，那艘船是木材船，就载木材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应该现在很少看过。木材船的重心比较高，就整棵原木有没有长长的，然后载在那个船上面。那我们木材船是整棵原木那堆积起来。那比如说我这样讲啊，如果说这个货柜轮它的货柜叠起来是这么高，那我们的木材也可以叠那么高。可是问题木材重心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在捆绑的时候要捆得很紧，要不然风浪来的时候，你船这样摇，它的木头斜一边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翻船。尤其是巴士海峡，因为我们从那个泰国啦、马来西亚运原木回来，那一定要经过巴士海峡。那巴士海峡的那个浪是最恐怖的。你会晕吗？我不会晕船，完全不会晕船。我还真的可以跑船。从来没有晕过。脑袋瓜迟钝，已经不平衡了，还没有感觉。所以你那跑船1年3个月都没有吐过？没有晕过。真的体质适合。对，我体质适合，而且那时候也觉得说，环游世界好像也可以完成。顾总，你有考虑过要继续当吗？后来是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们老师有讲过，就是说，当然船员的薪水是陆地上那当时的大概3倍到5倍。那时候公务员，一个月大概8000块的话，当船工作的话，1个月大概是4万块。老师有跟我们讲说，如果你要从船上再转回陆地的话，会水土不服，而且你会不适应。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就斩断这条路了，我就说我不要跑船，我要在陆地上这个去找工作。那时候还被我爸骂了一下，你都读这个专科了，你还不考一张执照，至少考着不用也好嘛，就是船员执照。我连船员执照都没有去考。我虽然读了海专，可是我遇到了话剧社团，海专的话剧社团。那我2年级那时候加入，2年级加入的时候呢，当时创社的学长就成立了我们叫做演艺研究社，我们还不叫做话剧社，演艺研究社。那时候呢没有老师啊，可是刚好学长在外面也参加一些兰陵剧坊真善美剧团，去认识当时这个活跃于电台还有这个荧光幕上面这个李国修老师。那李国修老师一口就答应了，二话不说就直接来教我们这些完全不懂表演的人。那你看看他1、3、5来教我们，然后我们大概放学4点半，然后他直接教到7点半。教完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社员还跟他一起去吃宵夜，然后他买单。所以你说这个人生际遇，我们学他的，用他的，吃他的，只差没睡他的。所以我就很感恩啊。这一路上就觉得很感恩。也给第下眼的还可以多讲韩国多，因为那个开启了你事后的志向。哈尼耶，我们请我们的助理。这个真的有历史。这个很重他看得到。哇，这个邮票，搞不好现场人没有几个生出来了。那是1976年。先走。对啊，蒋介石逝世周年纪念的邮票。那这是你什么时期？ 1976，我大概12岁。
侬会有一个兴趣，怎么会想？不晓得，那时候好像跟左右邻居有一些小朋友喜欢集邮，然后那集邮有3义嘛，怡情、益智、除财，那我就也觉得不错。那是那时候的 slogan 吗？对，因为那时候那个邮局啊，只要发行首日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买，然后还会去盖章。但你不会想要买？我不会买，不会卖了，那就太独特了。那卖了就没有了。嘿，你很会留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很喜情的人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当初买这些邮票也是很辛苦啊。然后看了也蛮舒服的。而且好像郭哥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嗜好，我们还有一个更重的东西。这个应该没有几个。这个我要怎么？好，我们放中间好了。这太狠了。这个哇，我们来开一下。这出来，这1:16的西德豹2的战车。哇，这个厉害了。你去给它组装哦。对。完全。对。从零件。对。他本来就卖零件，他不会卖整台车给你，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做这个日本的模型。有些不会动啦，有些小小的。但你这个是会动的。我这个是会动，但是不晓得现在年久失修，不晓得会不会动。哇！如果我们等一下要吃宽啊，如果它真的动了起来，真的太酷了。因为这个是你什么时期？也是国中，这是真的战车的1:16的比例的战车。然后我就买一台。刚他按了多少钱？当时啊，14400，我这价钱永远记得。14400，我要存多久？对，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存了多久吗？应该平常就在存了。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是说当时的公务员1个月大概8000块，2个月的那个薪水，我怎么存的？而且这个链条啊，它是一个一个用铁去敲做的，它不是链条直接就这样，一个一个做。刚兜起来一兜起来。你组装多久？大概3个礼拜。3个礼拜就组装完每天也不能太久，因为太耗眼力。按贵的东西一定要留起来，这应该是你最贵的玩具了吧？这最贵的玩具。郭总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喜欢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看，你又喜欢集邮，有点文青路线，但你又喜欢走这个主战车。那你小时候玩什么？我算是。我到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是囡仔头，就是孩子头王啊。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是新竹出生，那因为爸爸妈妈是老师，爸爸是校长，那因为他调职的关系，我们全家就跟着搬到埔里，南投县的埔里镇。然后呢，5年之后呢，我爸又调职，又调回来台北，那我们举家又迁回来台北。那迁回来台北的时候呢，这个。因为我在埔里学会了你想都想不到什么东西，赌博器具你知道吗？就是玩那种小孩子的赌博游戏，还有什么打弹珠啦、抱橡皮筋啦、玩纸牌啦，我都会。然后还有那个扑克牌自摸还有象棋自摸什么的都会。还有那个顶狗你应该没有听过，没有。一个砖块斜的，然后我们用那个硬币下来，然后滚越远的，最远的那个吃第2家。反正一切都跟赌有关。都跟赌有关。然后我到了这个树林呢，我又把这些赌技啊，然后什么玩牌的方式又带到这个村庄，然后所有的小朋友就哇，怎么那么好玩呢？你看人家他赌嘛，有没钱？就是买纸牌啊，或者橡皮筋啊、弹珠啊，那几块钱就有了。这个童年好像还蛮有趣的哈。刚才呢，带他录音都也个郭哥的专业，你试一下茶。我们喝个茶，休息一下。张来了。做阿爸尽量满足你，根本你为着250万出卖切价，出卖你讲的信用。谁来做客？慢言来了，我们今日有请到嘅泰来宾係郭志乾郭哥，同到郭哥分享嘅幾多伊嘅童年算係唔感覺
双鱼座，双鱼又很皮，但是又会又很爱幻想，嘿，又会刚过该做该做的事情，不会去做。俺个亚哈苏峰有一个，也是一个宝物，也是郭哥做茶金的时间的茶金剧本，好。你不会希望你还留灯，应该你也会觉得很值得留哦。要值得，因为那是一字一句我辛苦做功课来的。嘿，而且我自己有一套自己记台词的方式。嘿，我也不会罗马拼音。我也没有什么客家的母语。那我大概就是老师硬教我就硬学。一开始请给时间邀请你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法会嘛给？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人家找我演就去演了，完全没考虑。我没有考虑。哇，你就找我演了，我还有什么不好演的？就怕你不找我演了。你刚刚不会讲哈？对，我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会有老师教我嘛，在开拍的前1个半月，然后一点一滴的教我们，把台词一句一句的这个剖析起来。我就慢慢学啊，学到最后反而有兴趣。尤其是拍完《茶金》之后，我对客家话很有兴趣。还有，因为我觉得说，我讲这些话，那其实可以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啦。比如说挺错，一定嘛，对吧？这个要学起来。人家在讲挺错，一定，什么，然后什么挺错动故戏，一定会很孤独。动故戏。几度演黑 hip hop 黑的就唔记得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大概记得一点点。你可以念个一段不爱谈哈。我大概还会背啊，就是我骂我女儿那时候。因为她我好像是坐牢回来，然后那个茶叶又被女儿跟那个三妹动了手脚。那真正是掺粉的茶。然后我就很气，生气之后呢，我就把他叫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，那我就骂他，我说：“我冲谁不以石头用好做好，吐最好嘅福教，你爱做阿爸尽量满足你，根本你为着250万出卖切价，出卖你讲的信用。”刚刚哈加倍压出去，第二讲哈。妈妈第一我讲下，妈妈的反应係嘛嘅？很开心啊。你面完全從細冇講，從小都沒有講。跟媽媽係同講下。媽媽在家裡都是跟我們講客家話，但是我們聽不懂，所以都跟她講國語。然後呢，久而久之，她也就不講客家話了，就講國語。所以我們就你很細黑的媽媽怎麼叫你？I can tell。I can tell。这个你看我用老師那邊學來的，我覺得蠻好的。石頭嘛 ，satel。對。那我們在學的時候都會變成偷 satel 就不準啊。那我就問老師說，到底要這個怎麼準啊？那個 tell 怎麼發音啊？老師就教我鍋貼的貼加烏2個字一起念，烏不要發出音。挑，就是 挑 了。是。也個音，嗰種音發唔出來。發不出來啊。對，很多人發不出來。撒貼烏，你看，我其實是念撒貼烏嘛，撒貼烏，那個挑就出來。嘿，連起來。那不用愁的，發愁的愁啊。sell，我會念成休啊，休息的休啊。我說老師這是怎麼了？你把誰跟烏。誰？你是誰？那個誰跟烏一起念，誰烏？那個音就出來，誰烏？誰烏？誰烏？不是誰烏？我就覺得很有興趣了。我就變得很有興趣。等於說，屯客家釀進來，把客語撿回來。對。你自己對客家客家的感覺應該冇嘛共用哈？感受會有一些不同嗎？我的感受會覺得說，小時候為什麼都聽不懂人家講什麼？我現在已經60歲了，才聽得懂人家講什麼。時光不能重來。我想講，假使細時節就會講，就很好。但你現在還願意50歲來後把母語學回來，沒係很好的事情呢，也是蠻好的。動活啊。對啊，動活啊。而且接下來你也
其实会演很多客家的戏呢，还可以爱继续讲下。技术。哦，用了。我觉得这句话好笑，怎么了？用了呀。好，因为你对那个发的理解，其实是有点音乐性的理解，所以你会觉得很用用听起来蛮有趣啊呢。哈，视线的音很好玩，哈，根本就没有藏宝图，然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念？这是台词吗？对，这是台词啊。根本就没藏宝图，根本就没藏宝图。嘿。原来咧咖啡馆咧有行嘅，顾客有行嘅。我说，安尼其实音公录音有兴趣，对不对？越学会越有兴趣。就讲过了就不会忘了。那我就把你我他搞清楚，你爱基，然后你爱基，然后连接词，比如说是一起穷哈，那干嘛？要做什么事？我若不会的话，我就去记那个词。那这样我就会了。比如说你和我一起怎么样？至少我会了嘛。你老爱穷哈怎么样？我不会的我就记帮忙舔手。你和我一起帮忙。我就把这个字也没有过去进行式，也没有现在进行式就把词加进去。那就完成了。我觉得蛮好。你这个会连接到比如讲有乜嘅客家的元素在你身上吗？或从妈妈身上看到刚有？你觉得？我记得在动茶经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我跟我妈讲，我说，这句话怎么念呢？就是做人不要太做人很积极啊。这个人做人很积极。走音动手看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讲，我妈说。你在讲什么？手看没有这样讲啊！我们平常在讲，没有在讲怎么手看呢？很积极的讲另外一个词。那可见的老师教我们的是比较古典文学的。古时候还会同妈妈讨论。对。然后我说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？手看，汤姆士。跟妈妈会老人讲，你会讲嘛？他会纠正你的客语吗？不会，他就看戏看了，就点头，这样就很开心这样。妈妈应该有东方戏糖豆来也讲下。对啊，绕了一圈，小时候不学，然后长大竟然把母语都学起来。刚刚亚汉同妈妈会讲下哈？也不会呢，还是讲国语因为关的啦对，那个就是习惯了。刚做茶几吗？有没有哪一场戏你感觉亲难？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，除了语言，除了语言和发音外，有一场戏是讲电话。为什么那场戏很难呢？因为刚开始学会了之后呢，没想到第二天就拍这一场，总共1夜半的客家话，我记都记不住，都是专有名词，什么点线面连在一起，然后又把下游跟上游连在一起，然后你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哇！背到我自己当场跪在原地，因为录完了不再来了，那我就用冲的，反正我就讲，然后讲完之后呢，客语老师在旁边说，你很勇敢，你总共讲错了18个字，你还用冲的，我要是你，我早就不敢讲了。我说先冲过去再说，后面再来修嘛。结果导演这镜头就换了，就从来不回来过了。那不回来过，我就很担心啊。我说哇，这场很糟糕而且那是中间的戏，而不是前面的戏。它只是因为场景的安排，我必须第二天要录大概第4、5集的戏。那怎么办呢？结果原来导演早就安排了，因为讲电话总是有对方那个人嘛。就镜头带到我女儿就好。如果讲得不清楚的那个客家话，就可以再补一下。然后画面再带到女儿那边。古时候做茶几咩时间啦，有关表演，其实对你唔会难，
主有男的还黑？男的就是好吧。你有算过你演过多少角色吗？没有算过，应该以前刚入行的时候的演短剧啊，随便乱演啊，叫我演什么演那个跛脚的阿伯啦，或者是什么大叔啊，什么人都演了。只要有关于表演的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但是超过100个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对，我们等下呢，录来唱歌个同我们分享，以用来去观察人，韩国做按多的角色，伊个心得很嘛个。郭哥可以休息一下哦，张磊聊哦，观察那么多角色，如何有心得，是不是？哦，唐 S 咯，唐 S， 好，塞一下茶。这个角色呢，必须在舞台上面全裸演出，就彻彻底底就是。公审自己就对了，有没有人要演这个角色？这色还没演完，我就举手了。最有感受，应该是剧场吧，因为剧场那时候。刚退伍的时候排演3个月，然后演出大概只有20场。那排演3个月的时候，排演是没有钱的，只有公演才有钱。那就会觉得说啊，那个舞台要珍惜啊。就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剧场是真的是让人家又爱又恨。怎么说呢？又是因为学表演的，大家都觉得舞台剧是。在舞台上面是跟观众是面对面啊，呼吸都紧连在一起，所以那种的表演是非常贴切的，而且是很有感觉的。那如果电视上的表演的话，因为透过镜头，并不了解说，你这个表演能够好，有人说这个演员穿透力很强，那如果穿透力不强呢，那可能就要在舞台剧上面去练习你自己跟观众。之间的距离有多近？当然就是琼瑶他家那个在敦化南路那个巷子里面的皇冠小剧场，它好像变成出版社，它不是剧场。对，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有幼师的表演场所在哪里呢？在现在环亚的正对面，现在都已经盖大了。我们那时候演舞台剧还有午夜场。大家没想到哦，那时候午夜场竟然能够爆满，半夜1点半的场次，现在没有啊。现在大概礼拜天下午演完，就大家都赶快想回家了。你演完场了，不见得有观众想进去看。我们那时候有演小剧场是演过半夜1点半，而且还跨年演出。第二个还有一个，你们可能找不到了，在那个名人巷里面，以前有一个叫做。现代启示录，那个已经，它是一个小剧场，但是有一个咖啡厅，它有一棵树哦，从这个长上去，然后它沿着那个树盖起来的，啊，很有艺术气息，啊，只可惜它在20几年前就都没有了。我们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，在那边演小剧场，演到那个宋楚瑜都来看戏。然后演到蒋经国去世的当天，77年1月13号演完之后，李国修老师直接冲进来说：“我们刚刚伟大的蒋经国总统已经去世了。”我们就看到观众席上有一个人就马上冲出去，那位就是宋楚瑜先生，妙了吧？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讲的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想要做，你就去做吧，因为。当你想了半天都没去做的时候呢，你也不晓得做得出来做不出来一朵花。那你想的是美好，可是做了呢，你实际上会遇到困难或者怎么样，那就是你的获得。来做客慢言来了，我们今日有请到位来宾是郭志乾郭哥。我压他鸦片有一本，你的东西你真的都收得很好呢，一本黑，你看。一个色泽，一个色神，一个相片。我跟你讲，话剧社的事情，话剧社对，当时读中国海专话剧社的一些照片，把它留起来。加下五专的时间，你讲，其实头头就有讲到讲，
影响到你，对，不会做那个表演的生涯，如黑李国修老师，你跟他做那个话剧社，他我没看过一个社团黑135旅游双课的呢。对啊，太难得了。嘿啊，你正课老师也没有上的这么均匀吧？嘿啊，他真的是为了校园的话剧向下扎根，然后来教我们海专。你跟他黑来到话剧社，本李国修老师教的，你都给听，不行要条路哈。那时候是在学校觉得表演很好玩，我在台上表演，可能大家哈哈一笑，那我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。那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学了4年，然后就五专就毕业了嘛。毕业我就去当兵，那当兵退伍前半年，我刚刚有讲，就是说我决定不跑船了。不跑船问题我要干嘛？突然想到李国修老师以前教我舞台剧，教我表演，那我退伍就去找他，因为那时候他刚好也要成立什么职业剧团屏风表演班。那我说那我去找他，他应该会认得我，因为我在学校被他教4年，他应该认得我，就很天真啊。那我就真的去找他，然后找他之后，他说那都一样，一视同仁。我要成立职业剧团，我们要所有演员都要用考的。那我说好，那就考啊。然后就跟着一些演员来考，就考2000多人应去考试没有一个及格。没有一个及格，因为老师要求很严。那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，你要求这么严，那没有演员你怎么成立职业剧团？结果他就说，我第一出戏就要演一个从大陆退守来台湾的一个将军，但是呢，他在外面都不能说战败，一定要说我转战。官方说法，要说转战。可是他逃不过内心的煎熬，明明就是战败，为什么要跟人家说叫做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嘛？他对自己的良心过意不去，说要彻底的忏悔。那彻底的忏悔呢？这个角色呢，必须在舞台上面全裸演出，就彻底敞开来，就是公审自己就对了。有没有人要演这个角色？那社还没演完，我就举手了。然后呢，国修老师看我说，这小伙子。要演什么都不晓得，他就举手了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老师看到我的热情，只要表演我就冲。结果我就演完三档戏嘛，那只有演3次而已。你真给一周给吹戏哦？只有3次，全裸演出的。对，全裸。但是我前面重要部位是用一块布，丁字裤吗？没有，一块布，然后鱼线绑。还比丁字裤还丁字裤，后面那个全部屁股都是露出来的。替给售票演出，有算售票。你给售票演出，对，如何全裸哦？对，然后我算是全台湾舞台剧上面第一个在舞台上面全裸演出的演员。当一个演员，你要对自己的角色负责了。当你觉得这个角色毫不起眼，那你就演得毫不起眼。当你觉得这个角色你能够发挥，他就一定能够发挥，因为你有灌注你的心血在里面。古时候其实俺能看你做暗斗、模仿暗斗的角色，他不完全黑，因为俺能会一般会想，亚根人就是很会观察人，所以他要模仿一个人某安难。对我来讲，我可能有一点点天分的，比如说观察人，那观察我平常观察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已经到我的心里面了，就到我心里面了。我曾经看过什么人路人甲做捷运的人怎么做法，然后在路上有什么走法，我是放在心里面。那等到真的有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好像抽屉式把它抽出来。有人问我说，就是说，你模仿那么多角色，会不会每天在家里对着镜子在那模仿？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我都在脑海里面想，说这个人应该是这样。只是有一种叫做镜头人来疯了嘛，镜头一架上去我就会演，那私底下我就不想演了，私底下演给谁看？众人在看，我就哇人来疯，我就演得很起劲这样。你如果自己认为你可以模仿任何角色，那你活得很辛苦。但是我的心态是说，我尽我的能力去模仿每个角色。如果不像我尽力了。
心态归健康，很健康啊，不会对自己要求太高的原因是，因为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。像以前刚入行的时候，左右邻居看到我在电视上露脸，然后就跟我妈讲说：“哎，你儿子上电视了。”然后我妈就看，哦，你上电视了，哦，不错啊。回来我想说很开心嘛，我妈妈也看到了，就妈妈最后突然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对了，上电视是上电视啦，可是你那个长相能够红多久？”我相信这句话应该，如果是一般的人，糖豆妈妈讲，糖豆妈妈讲，听到妈妈这样讲的话，一种反应就是说你怎么会看不起我？对不对？另外一种就是那我就努力给你看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是啊，我是第三种。我说妈妈讲这个话太好了，太好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说我不会红多久嘛？我那时候才22岁而已啊。对啊，那我就刚好可以出去混个18年、20年。好了，20年回来不过42岁。那如果真的没有红很久，刚好就圆了妈妈所说的话，我真的没有红很久，因为我没有少一块肉啊。我反而把妈妈讲的话变成我的一个标准，对，我不会红很久。所以你看，标准又降低了，我又活得很快乐。嘿，你看从小就心态按健康的人哦，就很好玩嘛哈。你对这个以后，你对自己很好，但是又有要求。要求倒不算啊，就是说我能做的尽量做。当然这个是事后回想起来，现在回想以前那个时候所说的这个话，虽然这个不会红很久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大概已经走了36年了嘛，对呀。那我会觉得说，现在回头想来，一切都是获得，都是喜出望外，因为根本没有想过会有这些加冕，比如说，人家会问说啊，你是不是演艺圈一辈子就是在等茶金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？我说没有啊，我说等什么角色？有角色来我就演了，等得到啊，等得到你把它演好就好了，啊，演不好那是我的命了。我当初也有问制作人说，你怎么会找我来演纪赏这个角色？我说这角色很重，万一我的综艺的形象演出来，让人家看得出戏，观众看得出戏，你们整部戏都毁掉了。他说我就觉得汤哥啦，就是汤生荣了。他说我就觉得你们这些当初连环炮这些喜剧演员，一定还能够做些什么。他还记得连环炮这些喜剧人，那我就想说，我能做些什么？好啊，那你都找我演了，我有什么不敢演？就这样接，就吃亏啦。然后也是茶金，大家看完之后。好评就是说，奇怪，你这个一个模仿这么夸张的一个人，怎么来到茶金，却是有没有模仿？大家还看不出来，但是有没有模仿？实际上我内心是有模仿一个人的。有啊，因为我觉得茶金要演一个老板嘛，我有一点参考的人啊。对，我就在想说，当今呢，叱咤风云的大商人是谁？我就想到郭台铭。一诺千金，讲话说一就一，讲话算话。我有的形象，对我的形象里面放在郭子乾的，在我内心里面。好，噶郭哥试一下茶，他一给他，张来了，他一给他抢这东西，有好吃的，好吃的，显示他茶。我们家每一年都是穿酸菜羊肉锅，结果那老板看了我一下说，哦。你们家是贵族，吃羊肉啦。谁来做客？慢点来了，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泰来宾是郭哥，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集团准备的很高纲的火锅。这个跟郭哥有关，有，一看就知道是东北的这个酸菜。白肉锅，也个很怀念嘅米西，系咪？是这个，因为我爸是黑龙江人嘛，腌酸菜是他们东北的名菜。只要到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酸菜冰冻起来腌着，然后过冬嘛。古时候爸没玩呢。对，我们每一年都会做，而且是围炉的好菜。
然后我妈妈做，我爸教我妈，然后我妈就腌酸菜这样。哦，古时候能当年公年如黑暗呢，过年都要这样吃吗？我们过年比这个大，我们是直接拿脸盆的啦，不用这个，这太小了。因为我哥都吃一大碗，我也吃一大碗，然后吃很奇怪，这个酸菜白肉锅啊，这个自然酸哦，你永远吃不饱他吃3碗都觉得还蛮消化得了，这很妙哦。要真紧黑酥的哦，真紧的哦，嘿，真紧做的是哦，真紧的。连牙给我，牙龈吞黑蓝水呢，我一直吞口水，你有吗？真的可以吃哦，奶奶要不要？那我们家酸菜又跟外面卖的又不一样。好朋友，酸菜外面店家腌好，然后大概就直接就放到火锅里面煮。那我们家是用虾仁还有猪油再炒过，炒过之后呢放冰箱，然后我们涮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放冬粉，还有羊肉。羊肉不是白肉。没猪肉还有。这很妙。这个你们以后如果有在吃的话，你涮个羊肉，这整个羊骚味就出来了，羊的味道被带出来。所以我们家每年都是涮羊肉。然后有一次我到这个酸菜白肉锅的店家去问说，奇怪，为什么外面都讲说酸菜白肉锅，酸菜白肉锅，酸菜白肉锅，我们家每一年都是穿酸菜羊肉锅。羊肉我们酸白肉啊，白肉如果猪肉，羊肉跟白肉是猪肉啊。结果那老板看了我一下说，你们家是贵族，吃羊肉啦。重口味。做得冇？做得。不过一個鹹菜，一個酸菜，應該同盧卡差別很大，完全冇相用。冇相用。嗰個中式一個盧黑很清反樣，一下還會生哈。你的盧卡現在還會吃這個嗎？現在有傳承啊，就是我太太也做啊。沒有做哦。要不然父母親都去世了，就沒有傳承下來不行。我以前都用看的。但我大概知道怎么做。嗰時候有技術，看了50幾年了。係啊，現在才傳承下來。安尼邊幾好呢？路邊那講，從細先反應咩？看到有個路會想到爸爸媽媽，就想說試着做看看。記得它的步驟。他做出來有效用冇？8、9不離10，我覺得很有成就感。對，自然酸。懷念的味道。對。唔頭都講啊，媽媽對哥哥比較嚴格，講兩條；對唔哥冇按兩條。咁爸爸呢？爸爸對你溫兩條哦。爸爸對你嚴格嗎？爸爸應該怎麼講？爸爸是我一輩子最大的粉絲。我只要演什麼回來，他都永遠是稱讚的。說你演那個戲好啊，燈光打得好，演得真棒啊！我就覺得回到家裡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粉絲在支持我這樣。那自己的爸爸多開心。你對行演藝圈沒反對哦？他們對你走這行沒有反對過嗎？我不曉得他們有沒有反對，可能想反對的時候我已經紅了吧。要賺錢又有名。就唔會嫌嘅啊因為人講一開始偷係海專，去實習過後，給天冇去做船員，爸爸唔歡喜嘛？對啊，至少是要考一個船員執照嘛，你都學這個了，我要斷了那條路。去行演藝圈，所以不用家庭革命，加下冇，唔如去台北嚟安尼。對啊，就退伍之後，我就幾乎都獨立住在台北，很少回家。很少回家是因為想要紅了，讓鬼也不是呢，那時候就覺得跟朋友在一起就很開心。那我看到時下年輕人也差不多是這樣嘛。當你20幾歲的時候，就有一個就只是不想住在家裡，就是想跟朋友一起混在一起。你一開始係先睇一個話劇社然後屏風表演班，後來係有機會去連環炮嘛，也還有替的電視節目，第一個電視節目就是連環炮。那也是從路人甲開始嗎？也差不多啦，就是反正有臨時演員，我們就開始演嘛。我還記得，我是
伟忠哥这样讲的，他是去看舞台剧，看我演一个智能不足的人，然后才发掘我的。哦，刚刚周都规划，因为我也是去那个智能不足中心去观摩了3天。哦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结果他看了之后呢，他突然说：“你这辈子不演白痴可惜了。”真的周围规划啦。我都觉得我好像哦，所以别人说不像我是一点都不在意，因为我认为很像。好，啊，刚哈屯伟忠哥，你应该也一直被骂吧？啊，那时候因为刚入行嘛，刚入行就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，被一骂之后脑袋瓜就空了，空了之后呢，你要再记词啊，谈何容易？越骂就越呆。所以我是这样解释当时的状况。那至少我那个心态很好，我说你要骂我，你也骂了1个下午了，你为了1分半钟的戏，你骂了4个小时，他大可以换人演啊，是不是？他没有一直骂我。真给那4小时，那4小时没夸大还是？对，不真的、啊。我就 NG 36次啊，越骂越头越呆啊，越空啊。那我们就反过来去想别人的心态嘛。你想伟忠哥的心态，他为什么要骂你4个小时？然后就一手一挥叫另外一个临时演员来演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让你演呢？你跟他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栽培你？非常了解，就是说你站到舞台上面，如果你的胆量够的话，其实你已经赢了1半了。有些人在私底下才华100，上了台变60分，这种就很难。那我是台下0分，上台100分，就是有基础，上台要赶，要赶，真的要赶。刚人家他讲过，好像我想要做的事情。阿鲁做的过后，还有人生有想马个挑战想要做的哈？没有，很满足了。我的人生是被动的，被动的积极。你叫我演什么角色我就来演，你不叫我演什么角色我没有去幻想说，我应该我要去演一个好莱坞那个什么角色，没有，人生无大志，就会把当下。也角色做好，好，故说就算你做记商啊，按舒服一样，你也不会觉得，我再来挑战个什么，不会，慢点来亲爱就做，莫亲爱就练身体，练身体，真给你有在练身体吗？我有在练身体，因为我会形容这演艺圈的演员，我们自己就好像一个店面一样。那平常呢，如果度小月的时候呢，没有什么工作。那我们就好好打扫自己的店面，把自己练就身体好一点。那等到工作量大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能力去应付。像我今日喺 T 百现场看到郭哥本人，其實我有嚇到，因為唔比我想象嘅。雖然我哋看過天師風嘅500多擺，不過唔嘅本人郭後生很年輕。你本人的状态很年輕，感謝。好，古總牛提煉就是要把店面打理好，把店面打掃好，等到工作量來的時候，我有能力去接。後續今天學習很多，感謝郭哥。雖然歸難太多像按那個對那個紅呀被熱情那個熱情，可是我覺得可以學着增進黑你的那個健康的心態，就來親愛我都盡力做，我已經盡力了，你不要怪我。要怪我，明天換一個角色。嘿，我也個做唔好，我換一個角色啦。我已經盡力了，再好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了。好，多謝郭哥，給面好走過走，乾杯。雖然很遠，多謝。莫感動，莫感動，不敢當怎麼講？唔敢當，唔講嘅莫感動是不要跌倒。謝謝郭哥。謝謝。